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迪丽热巴和杨紫差距怎么这么大？安乐传无声收官，长相思大丰收。在无人在意的角落，迪丽热巴和龚俊主演的《安乐传》悄无声息收官了。这部从一开始就顶着大 IP、大制作头衔的 S 加巨制，在毫无宣传、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空降优酷，甚至主演都没收到通知，开播宣传视频都是现场活动间隙时录制的，宣传什么的都是锦上添花。一部剧嘛，最重要的还是看剧的质量。例如之前张新成主演的《大宋少年志》，大半夜空降定档，但是凭借口碑后期逆袭，现在还出了第二季。再加上迪丽热巴和龚俊两位主演，怎么都算是当红顶流，所以即使空降也吸引了不少人去看。然而这一看就明白这剧为什么空降了，因为实在太难看了，剧情漏洞百出，特效廉价，从片头开始就随处透露着敷衍的气息，强行在狗血的剧情中融入自以为宏大的家国情怀，结果制造出个四不像，唯有主演几张漂亮脸蛋能让人勉强有看下去的欲望。虽说古偶剧最重要的就是颜值，但颜值有时候不是万能的，再加上此剧时不时的对脸特写镜头，五官都抹平的滤镜，直接导致两位主演的颜值大打折扣，很难想象这所谓的 S 加究竟把钱花在哪里了。《安乐传》改编自小说《帝皇书》，原著格局很大，男主是荣关中原的太子殿下韩烨，却因儿时的承诺，10年如一日痴心等候弟子缘；女主是因遭冤枉导致全家灭门的帝家孤女，为报血海深仇化身女水匪，一步步查出当年的真相。男女主双强的人设很带感，女撩男的题材也很新颖。然而这对两位演员的演技有很高的要求，演好了是怦然心动，演不好就是新一代游王。很可惜，迪丽热巴是后者。二人成年后第一次相见，女主就展开强撩模式，不由分说直接钻进男主的蜜梨中，顶着人家脸犯花痴。这镜头陈晓陈妍希看了都该来收版权费了。况且尽管是女主撩男主，但是一见面就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如此亲密，还是有些不妥吧。最重要的是，当镜头对到男主脸上的时候，并没有大家预想中的惊艳，实在无法对女主感同身受。后续为了让男女主亲密互动，剧情就开始往胡扯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。莫名其妙他们就被追杀上了船，男主贵为太子不会划桨，只能女主来，但是你划就划，为什么要从背后抱着他呢？展现女主胳膊长吗？光有桨没有帆船自然走不动，女主又一句话不说上手就把男主一副做船帆，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就对人家良家妇男上下其手了。但凡性别互换，就是分分钟报警的节奏。当然衣服是没有脱成的，男主就被女主给壁咚了。好歹我们男主也是个见过不少世面的太子殿下，但是面对女主的调戏，不仅手足无措，还显出几分娇羞。说好的对弟子缘10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呢？这何见第一面的陌生女人就开始冒粉红泡泡了？总之这剧情发糖发的那叫一个硬。为了凸显女主的不拘小节，频频对男主动手，表情油腻到杨洋都甘拜下风，而男主每每除了挣扎2下，丝毫躲不开，活像个被调戏之后欲拒还迎的小娇妻，让人看了恨不得赶紧去洗眼睛，骂一句什么脏东西。其实这部戏之所以看上去很怪异，是因为剧中角色和演员并不适配。迪丽热巴五官艳丽，更适合现代装，冷艳高贵，嚣张娇蛮，这种矫揉造作的小女儿姿态不适合她。龚俊生了一副花美男的模样，风流潇洒的翩翩公子，比持重文雅的公子哥更适配他的形象，而且两人的演技也没到了可以忽视长相的地步，所以就酿成了一场灾难。对于演技有限的演员，一般还是在自己的舒适区混一混就算了，别老想着挑战自我。隔壁的长相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长相思中剧情刚开始，杨紫饰演的角色需要女扮男装，因此她说话方式、行为举止都是男人模样。她也将一些小细节拿捏得很好，往地上一坐就能看出她身上呼之欲出的男人味。难怪不少书粉表示自己不仅没有塌房，反而精装修了。碰上一个愿意好好揣摩角色，拿出10分演技的演员，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。这也是长相思和安乐传口碑2极分化的原因。因为长相思主演的演技加上剧情特效都勉强过关，更让观众能有代入感，所以对这部剧的讨论多是落在剧情上，看哪对 CP 最好磕。但是关于安乐传，除了一开始的剧情吐槽，后续对于剧情几乎少之又少。
无聊的剧情完全没有吸引人看下去的欲望，连吐槽都懒得吐槽了。当然，如果有颗颜值的，还是推荐去看一看的，毕竟看帅哥靓女谈恋爱也是一种享受。况且这部剧被压了2年才抬上来，不带脑子看个乐呵还是可以的。令人唏嘘的是，暑期档已经过半，但是真正算得上爆剧的只有一部《你是我的人间烟火》，还是被骂出圈的。原本备受期待的古偶接二连三扑街，就连杨紫的《长相思》也只能算是热播，热度到不了爆剧的程度。现在的观众越来越理智，也越来越挑剔。当年那些流水线造出来的烂剧已经不能继续糊弄观众了，粉丝再如何努力挽尊也改变不了剧确实烂的地步，还会被扣上无脑粉丝的地步。制片方空顶着一个大制作的噱头，却什么值钱东西都拿不出来，就算是粉丝也不由得质问，钱到底花哪里去了？看的人分分钟想打举报电话反腐。偶像是靠粉丝吃饭的，偶像剧却不是仅供粉丝的。如果真是如此，下次建议直接拍完就发到粉丝群里面，不要在平台上毒害我们非粉丝无辜观众了。毕竟你们平台收的会员费也不低，看烂剧有时候是一种精神折磨。我们闲来无事，只想找个乐子，不想被创飞。讨论，你觉得《安乐传》和《长相思》谁更好看？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